作为一个 DJI 的忠实用户，用过了相当多 DJI 产品，最明显是空拍机，还有 DJI 的铁触。空拍机呢，就用了不同型号，用了几台的那个 Air， 还有 Mavic True， 这些都深深的让我觉得对这信仰值是很高的。这次还可以亲身来体验一下最新发布的 Neo， 确实相当开心，尤其看到 Neo 它解决很多空拍机传统的痛点。瞬间，那你要怎么记录呢？整个机器一键就可以记录了。特别是它的 Flexible， 它不用任何的硬性的遥控器需求就可以直接使用的。这点可以在很多时候直接一键起飞，同时一键生成很多想要自拍空拍内容，这是以前难以想象的便利性。再者，它的防护性很好，即便室内场地，它也不用担心随时有炸机这样高风险的事情发生。这个电池的这个技术一直都是在业界比较出名的，好，非常低，做到2万元以下，就安全。这是 DJI 也适配有多个目前型号的一个遥控器，这其实对于 DJI 系统的一个套装，这样这个 DJI 用这上个套装再搭配它的这么优惠的价格，像非买不行呢？各位觉得呢？当然，它这么轻巧体积呢，也可以让我们在使用时感觉毫无压力。比如说美丽的 model 主持人，它其实基本上不用任何的鲜艳支持。这么精彩的介绍，我们今天要带给大家的应该不只是这样吧？当然不止啊。武力展示时间要。武力展示时间，没有错。我们在今天新品发表会的现场，我们就要马上在室内让大家看一下 DJI 那么厉害。那我们要请雨安来协助我们的展示。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中间走道的后方，我们雨安要慢慢的走到我们的舞台上，它使用的是自动跟随模式。好，大家可以看，非常简单，就一键完成起飞。好，然后就开始跟所有的语言。对，没有错，它也搭载了 AI 的人工智慧的演算法，它可以自动辨识景空中的人物，也就是 DJI Neo 跟着人也来到了舞台的前面哦。那刚才在影片里也看到，不管你是要骑车、运动、滑板，就都可以完整的跟上节奏，而且可以成为焦点。好，可以看到在大屏幕上方，在讲可以出来的时候，屏幕就稍微的调整。可以快。跟随。哇，大屏幕可以看到配快跟随，那另外还有哪些功能呢？包括了定向跟随、近远、环绕、出片、螺旋跟彗星，可以让大家快速的出片哦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原来跟 Alison 跟着我们的 DJI Neo 一起来互动，你看它的跟随的方式非常的快速哦，而且呢，其实大家也可以在大屏幕上直接看到我们现场马上直出的影片，甚至呢，它还可以稍微的环绕一下，它直接就聚焦了，赶快可以拍出棒的影片。而且发现它都不会跟错人。对，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就是跟的是雨安哦，所以呢，代表它的侦测非常的灵敏。要学习过怎样操作，只要放手上按下按钮，就静待它自然的起飞，甚至利用语音就可以顺利的操作。可以快，键。它会完成一个任务之后的自动来定级。没错，而且它可以搭配使用 DJI Fly 的 App， 包括遥控器、穿越的遥感、飞行眼镜，都可以有多元的玩法。想想以前空拍机似乎是要比较hardcore，甚至是女性摄影师呢都不见得想要去用空拍机呢。而这样技术革新呢，可以让空拍显得非常的潮、优雅，甚至是毫不费力。在这样轻松氛围，就让空拍那种严肃、肃杀、很紧张感觉降低，甚至是那种焦虑感会消失呢。都保证好，这都保证。然后呢，80岁以上的还是可以的。所以呢，其实等于是一个全年龄的空拍机，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参与这个盛会。在室内起飞，可以不用害怕任何碰撞，本身就相当完整的防护的措施，而且它的脸孔辨识呢，黑 AI 的追踪也比想象中的灵敏很多，会紧抓着脸，有点不放，
虽然说它没有明确的四周避障，它只有下避障呢，但它整个框架保护之下呢，其实即便是不小心碰撞到四周呢，也不会产生突然的危险。而这场发布会呢，也可以看到相当多知名的 YouTuber。大家好，我是沈凌。沈凌，刚才大家已经看过了影，是不是可以开始跟大家来分享一下？这个影片呢，在使用同时看到现场带来示范样片。大家有看到面试我跟我的朋友在跑步嘛？对。那其实我是起飞时候先让他跟着我，然后我故意两个人蛇行，然后最后还请他中途离开，但是他都可以紧紧的跟着我。我这是对他的跟随的部分感到蛮惊艳的，非常惊艳。但是让我更印象，如果在一个绝美地方，开心，就是他真的很惊讶自己，因为他真的是从来没有用过，然后没有想到自己真的可以就是第一次使用，然后就拍了很多我们两个玩在一起的画面。使用 Neo 这样空拍机就可以产生绝美大片，不用想说它是不是只有4K30啊，会不够用，或者说只有单轴的影像，而且大部分是使用摄影稳定。但是看到实际样片之后，发现它的画质表现完全不需要担心，反而是它更多的拍摄机会，让我们可以拍到更美的画面的可能性增加不少。其实喜欢拍很多的复古画面，想要拍自己漂亮的走在风景里面，但是没有摄影师的时候，其实真的蛮麻烦的，就是得去远的地方，然后架脚架好之后再去走。是会懒得拍，那再来就是说怎么办？刚才沈凌有讲它可以自动的收音，那另外呢，其实你架脚架很担心的是，万一脚架倒了，我的摄影器材很昂贵，风很大怎么办？DJI Neo 会解决这样的问题，非常的方便。那接着想要请教沈凌的是，像在 DJI Neo 户外跟室内拍摄，你自己有没有建议大家可以怎么透过 DJI Neo 来拍摄？以前在室内的时候，其实我是不敢飞边拍这个，因为就是像这样的地方，然后万一撞到了，就是室内东西感觉会倒掉。对，然后我觉得这台机器就是可以让我很安心的做各种飞行。其实我觉得你就是勇敢去拍，因为它其实不会坏掉，就是它其实我自己就是撞到蛮多次，就是因为我在试一些飞行，可是它真的让我可以很勇敢、很安心的做各种不同尝试。那像在户外也是，有时候我们在山上可能要穿一些虫啊，然后树干之间，以前也是我是用2系列，它比较大台，然后桨叶可能就是会怕撞到，但这台也是可以让我更安心的去做各种创作。所以我觉得给大家的建议就是勇敢去飞，勇敢去飞。沈凌提到了非常多次的安心哦。当然，随着技术的提升，我们不用经技术机器的问题，你只要安心，好好的想你的创作，把你创作的东西拍了下来。最后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推荐 DJI Neo 一定要录什么的？觉得台机器就是如果你一直在想要试试看拍机，但是一直觉得有点可怕，好像很难，然后或者是好贵，我觉得这台机就是非常适合你，因为它不管是操作上或是价格上，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好入手的一台机器，我很推荐新手。那另外就是像我一样已经有很多经验的人，如果你想要尝各种更多不同的创作，我觉得也很适合，然后可以让你很轻松的就拍到美满的画面。好，如果你想尝试空拍，这台机器要推荐给大家。谢谢我们的沈凌，谢谢沈凌的分享。单纯想要做自拍，补充一下我们第三人称拍自己的画面，它入手价非常甜。那如果想要做穿越机的效果，然后再加额外的 VR 眼镜啊跟遥控器，就可以初步的一圆想要玩穿梭机的梦想。不过想说它定价这么便宜，是不是因为没有避障，可能要多折损几台，所以价低一点的？不好说。这样的发布会其实相当欢热，也遇到友人啊、姐妹频道一起来参加这场盛会，快我 Wonderful Events。Right， 拍摄门槛越来越低的情况下，更可以专注怎么样讲出你的自己的想法跟故事哦。跟地上我们的手拿牌，今天非常的开心，邀请所有的还有贵宾各大的通路，在今天正式上学这天呢，一起来见。好，接着在右边方向摄影机，右边挥个手。好，在左边方向放手去飞。好，看中间方向摄影机。好，右边方向还有需要吗？左边方向。好，那我们平面拍完了以后呢，我们要用到我们的动态摄影。那有请我们的动态摄影来做捕捉画面。那我们动态摄影会将镜头往前推，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挥挥手。
那一起来拍出一些美好作品吧。See you，bye。